怎么进行情绪管理？怎么才能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？坐看云卷云舒。我们继续学习《杂含》卷12第292经。这篇大意和前一篇一样，重复的部分简单过一遍。当时世尊跟比丘们说，怎么样才能彻底的脱离苦海呢？你们要观察到，所有的苦恼都是因执取而产生的，灭除了执取，所有的苦恼就熄灭了。对于灭苦的方法要如实知道，随着正法而修行，这就是随法行者。比丘灭尽烦恼，完全脱离苦海，这就是灭除执取。执取又是因什么而产生的呢？执取是因可爱而产生的，灭除了可爱，执取就熄灭了。可爱又是因什么而产生的呢？可爱是因感受而产生的，灭除了感受，可爱就熄灭了。感受又是因什么而产生的呢？感受是因接触而产生的，灭除了接触，感受就熄灭了。接触又是因什么而产生的呢？接触是因六根的作用而产生的，灭除了六根的作用，感受就熄灭了。每次讲到这里，还是要强调一下，这里理解错了就是一个坑，可能你几年都爬不出来。不是说不看、不听、不动、不想就是开悟了，那多吃几片安眠药不就得了？从古至今，真有不少大师就是这样引导的。这里反复强调的都是灭除烦恼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情绪管理、心态管理。有会员说他现在完全破产了，已经毫无念想。破产我也经历过，我也知道在目前的环境下重新站起来有多难。2年多来我也是从零开始。如果你真正深入研究过任何一个有所成就的人，包括师尊，包括他的教法，包括他的团体，包括现在那些所谓伟大的企业，他们走的路没有一个不经历九死一生，没有一个不经历沧桑，基本上他们都曾经站在破产边缘，有的破产过好几回。你别看川普现在如此尊贵，78岁了还出来竞选总统，他的公司曾经申请过6次破产。这些人真的天赋很好吗？这些公司、这些团体真的从一开始就具备竞争力吗？这些人天生就很聪明吗？天生就是强者吗？99%的都不是。有人认为世尊的教法就是消极避世的，但他的开悟弟子中各个阶层的都有，有当时的霸主，也有富豪，还有底层的贱民。他的教法帮助我们平衡把握工作、生活、家庭和学习，调整好认知，调整好心态，把握好情绪。我们都要面对现实的打压。如果你举手投降，认为一切都无所谓了，我已经没有分别了，我已经没有执着了，我已经没有念想了，反正一切都是空的，五蕴不是我，一切都不是我的，你这不是开悟了，可能是处于习得性无助的陷阱中。只要我们还没有舍俗，还生活在家庭中，我们还要承担起照顾长辈、照顾妻子、丈夫、儿女的责任。虽然目前很艰难，只要你开动脑筋，四肢勤快，还没到你吃不上饭的地步。所以不要理解错了，否则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，一辈子就这样荒废了。六根的作用又是因什么而产生的呢？六根的作用是因名色身心而产生的，灭除了名色身心，六根的作用也就熄灭了。名色身心又是因什么而产生的呢？名色身心是因识产生的，灭除了识，名色身心也就熄灭了。善识在法印逐论和相应部都翻译为随福识，就是得到乐报；不善识通常翻译为非随福识，只得到苦报。无所有行都翻译为不动行，指事无色定；无所有识就是不动识，指转生到无色界天。识又是因什么而产生的呢？识是因造作身口意业而产生的。如果做了福业的善行，将来就会得到人天乐报；如果做了非福业的不善行，将来就会得到苦报。如果修四无色定，将来就会转生到无色界天。这就是识是因造作身口意业而产生的。如果不再造作身口意业，那么识就会熄灭。要如实知道不再造作身口意业的方法，按照方法练习，这就是随法行者。比丘灭尽烦恼，完全脱离苦海，就是不再造作身口意业。这一段简单说就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如果不再造作，灭尽烦恼，才是随法行者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通常都解释为
行善死后会上天堂，作恶死后会堕落地狱。虽然在禅定和濒死体验中有不少案例能证明，濒死体验之前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，但对于很多人，尤其是从小接受了唯物论教育的人，还是很难体会。今天我换个角度，就说行善对这一生有什么改变。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表明，无论是善良的还是恶劣的，都会产生相应的后果。善良的行为会增强社会联系和信任。比如在我小时候，街坊邻居都很熟，如果爸爸妈妈不在家，邻居们都会主动帮忙照看。有什么困难，大家通常都会互相问候帮忙，邻里关系很融洽。而恶劣的行为可能会导致社会排斥和冲突，比如现在流行的不退货只退款，还有消费降级引发的拼低价，商家无底线的降低质量和掺假，已经形成了不健康的风气。买卖双方的诚信底线越来越低，而受伤的是所有参与者。每个人都有体会，如果你长期处于嫉妒、愤怒、焦虑、抑郁，对身心都会有明显的伤害。如果一个人时常能放松，在生活工作中和家人朋友们能互相包容、互相照顾，这样的人会有更好的免疫力，大概率会有更长的寿命。这也不管是从神经学、病理学，还是从个人的体验上，都可以证明。统计数据也能说明，少年罪犯的身体常常比同年龄的守法少年强壮，没个好体格，打架都打不赢。但他们步入中年之后，健康状况会急剧下降，因为这样的人大概率会酗酒、抽烟、嗑药，更有攻击性，经常上演古惑仔的现实版。结果他们住院和残障的风险比正常人高出好多倍。并没有一个神灵在主宰这一切，我们的所有行为都会产生相应后果。有些行为看似能给你带来快乐、带来利益，比如烟酒赌毒、商业欺诈、短斤少两，但最终你也会因此而受到伤害。这就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是我们能观察到的。这里只是说总体的数据，当然会有很多特殊的个例，因为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掺杂着善恶，没办法用一个简单的标准来衡量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。而且同样的行为，在一些地方是善的，在其他地方却是恶的，这又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。比如在古印度，沙门不能耕地，不能从事农业，认为这是杀生，但这一套在中国就很难行得通。这就是为什么世尊开始什么戒都没有制定，而是随着时间，随着有人投诉，才开始制定越来越复杂的戒律。所以现在还拿着古印度的善恶观点套用到现在的生活中，有时候让人啼笑皆非。具体的例子以后有空再展开讲。再进一步，造作身口意业又是以什么为因？因什么而聚集？因什么而产生？因什么而显现呢？要知道，造作身口意业是以无明为因，因无明而聚集，因无明而产生，因无明而显现。因为无明造作善行，所以享受快乐；因为无明造作恶行，所以遭受痛苦；因为无明修四无色定，所以投生到了无色界天。为什么说为善是因为无明呢？比如社会中的高阶层精英，有的人很多年前就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所以主动去探索、奋斗、拼搏。经过多年奋斗，加上相应的机遇，他们进入了金字塔的顶端。各方面数据都显示，社会高阶层精英的幸福感的确比低阶层的更高，他们在享受乐报。像北欧发达国家，人均 GDP 和社会福利都比较好，幸福感都排在全球前列。在一个国家中，也是高阶层的比低阶层的幸福感更高，经济基础很重要。有人可能会觉得，我可是追求灵性生活的，这些充满铜臭味的俗人怎么可能比我幸福？不用自欺欺人，物质上的富裕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能提升幸福感和安全感。相比大多数人，他们比较高明，比较实际，但他们也有烦恼，他们常常忽视了那些财富、地位和名望也是无常的，也要费尽心力去维持，高处不胜寒。还有一些人或者跟对了人，糊里糊涂的做事，
或者继承了财产，或者行业里出现了泼天的富贵，他们并不清楚为什么，但也达到了社会顶端，也在享受乐报，这还是无名。为什么说作恶是因为无名呢？这有太多了，因为酗酒、嗑药、赌博而妻离子散的，或者铤而走险、身陷囹圄的，都是因为无名。为什么说修四无色定还是因为无名呢？不少修行者认为到了无色界就是涅槃，所以只是拼了命修禅定。这种人有的定力很强，但没什么智慧。所以要知道，造作身口意业是以无名为因，因无名而聚集，因无名而产生，因无名而显现。如果永远断除无名，就不会再造作身口意业。要如实知道断除无名的方法，随着正法而修行，这就是随法行者。比丘灭尽烦恼，完全脱离苦海，这就是断除了无名。比丘们，你们怎么看呢？如果没有无名而升起了智慧，那还会因为无名而去造作那些善业、恶业、不动业吗？不会的，世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多闻圣弟子没有无名而升起了智慧，无名断除了，就不会再造作身口意业了。不再造作身口意业时就停止了，就像这样，乃至生老病死、忧悲苦恼就都熄灭了。像这样，痛苦的聚集也就熄灭了。身分级也叫身边际，身体的边际。即使看同一本书、同一部电影，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太一样。寿分期也叫寿命边际，就在这一期生命中，当意识仅仅被束缚在这个身体时，那是一种感受。之前讲解过，在濒死体验时，当人的意识离开这个身体之后，那感受完全不一样。你还能感受到别人的心念，有时候禅定也能离体。善哉，比丘们，我和你们也是同样的说法，这就是此有则彼有，此无则彼无。如果多闻圣弟子没有无明而升起了智慧，能如实觉知身体的种种感受。后面这段原文翻译的不太好，参考下相应部的。如果感觉到快乐，知道这是无常的，没有什么可执着的，没有什么可高兴的。如果感觉到痛苦，知道这是无常的，没有什么可执着的，没有什么可高兴的。如果感觉到舍受，知道这是无常的，没有什么可执着的，没有什么可高兴的。如果感觉到快乐，能没有掺杂烦恼的感受快乐；如果感觉到痛苦，能没有掺杂烦恼的感受痛苦；如果感觉到舍受，能没有掺杂烦恼的感受舍受。在感受身体的感受时，知道我在感受身体的感受；在感受这一期生命中每个阶段的感受时，知道我在感受这一期生命中每个阶段的感受。身体败坏时，知道这一期生命即将结束，一切感受将结束，没有喜乐，仅剩下一具冰冷的尸体。就像有人从窑洞里拿出刚烧好的陶器，放在地上降低温度，其他的陶器碎片留在边上。比丘们，同样的，如果比丘在感受身体的感受时，知道我在感受身体的感受；在感受这一期生命中每个阶段的感受时，知道我在感受这一期生命中每个阶段的感受。身体败坏时，知道这一期生命即将结束，一切感受将结束，没有喜乐，仅剩下一具冰冷的尸体。也就是说，缘起的链条已经被打破，这位比丘不再进入轮回。这篇很有力量，可以时不时拿来读一读，浑身都透了清凉。我们总是遇到种种喜怒哀乐，不管什么事情来了，不管什么情绪来了，只是来了，淡淡的。事情来了，情绪来了，会来也会走，不再被情绪裹挟，只是平静的应对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坐看云卷云舒。我们的痛苦是由两方面形成的，一方面是身苦，一方面是心苦。可是身苦往往只占30%，有70%是我们自己作妖，胡思乱想。我们担心太多，操心太多，但大多数的担忧并没有发生。好，感恩老师，感恩作为阿罗汉，感恩大家花时间听法思维，愿大家都能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坐看云卷云舒。有问题到星球，我有问必答。欢迎大家关注公号你好阿涵，这个跟你说不忽悠，可实践的正念冥想，可以解忧，我有阿涵。欢迎点亮转发关注充电，欢迎加入频道会员，把视频传播给更多的人，会让您平安吉祥，一切顺利，谢谢。